找到你了，导师。放开我兄长！别冲动，茉莉。哪来的妖邪，敢碰我先生？驱逐！离我大人远点！都给我住手！大人，主人，先生，兄长，导师，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一切皆因穿越模拟器而起。我穿越到一个武道为尊、妖魔横行的世界，在这里的第7年，一个满身是血的少女砸穿了我的屋顶，那也是我们第一次相遇。你是此间的武者？我乃定远王府武映雪，遭人暗算，你送我回京，父王定有重赏。首先，你受的伤是为杀所致，绝非寻常劫道。其次，若真是王府郡主遇刺，官府早该搜翻天地了。可你听，外面除了风声，什么也没有。最后一点，你怎么确定回去等你的还是父王，而不是另一批杀手？所以收留你就是招惹麻烦。郡主，此刻你能给我什么？就这样，我收留了这位砸穿我屋顶的郡主。她付出的报酬是几瓶珍贵的丹药，而我付出的远不止一处遮风避雨的角落。妖魔的血肉怎么可以用来吃？好难吃！近几年的大钱风调雨顺，不应过得如此节俭。没什么原因，妖兽血污染土地，种不出粮食。这里荒凉，根本活不下去。你们为什么不搬走？搬走？朝廷有令，边境民户严禁擅自迁徙。为什么？这不合。因为我们需要在这里抵御妖魔，也因为朝廷每年都需要从这里收取赋税。他忽然明白了，不是不能走，是不被允许走。这里的人从一开始就不是大钱的子民。以前每年除夕，母妃都会折纸花，今年我想自己折一朵，但我的手好像只会握枪。先生，新年平安。平安。纸花被他仔细收好的那个冬天，我心中那个念头彻底成型，一定要带着这一村人活下去。为此，我需要一把刀，一把能让最普通的农夫、最孱弱的妇孺也能在妖魔爪下挥出的刀。之后的3年，我几乎耗尽了所有心力，演武推演万法，无数次气血逆行，口鼻溢血，终于一门粗糙霸道，甚至堪称残忍的功法被我创了出来。它不挑根骨，不论悟性，只需一份向死而生的决绝。我管它叫凡绝。武映雪却红着眼睛说：“这分明是傻子才练的功夫。”傻子功的名字就这么传开了。但这3年也是青牛镇流血最多的3年。每年冬季的妖魔潮一次比一次凶猛，我拼命出拳，挥刀斩杀了一头又一头妖兽。我的武道境界也在生死搏杀中飞快提升，从通脉到刃筋，再到断骨。可个人的勇武，在仿佛无穷无尽的兽潮面前，依旧渺小。我护不住所有人，一个个鲜活的面孔，在我眼前永远成了妖魔腹中的血石。每一次失去，都像一把钝刀，狠狠剐在心口。映雪的枪法日益精进，性子也沉静了许多。他很少再提王府，更多的时间花在修炼。直到那年秋末，一次寻常的远行，青牛镇盐铁匮乏，需定期去100里外的灰岩城交换。那次他主动要求带队前去，想用猎获的几张完整妖狐皮换些过冬的伤药更好的铁料。这一去就是5天。第6天黄昏，队伍回来了，带着换来的物资，气氛却异常沉闷。映雪走在最前面，脸色平静，甚至比平时更平静。灰岩城的茶楼里，他们在说定远王府的事，满门抄斩我母妃，狱中自尽。许先生，我好像没有家了。青牛镇的屋顶虽然破，但还能遮风。啊，
那天之后，他练枪更狠，沉默更多，眼底偶尔会掠过一丝深不见底的痛楚，但很快就会被更坚定的冷光覆盖。他不再谈论任何与王府黄金相关的事，仿佛那些真的成了前尘往事。但他会在深夜独自坐在屋顶，望着黄金的方向，一动不动，直到晨露湿透肩头。我知道，有些东西不是消失了，而是被他亲手碾碎，混着血咽下，化作了支撑这副身躯继续前行的冰冷坚硬的新柴。阿牛是第一个主动找上我学傻子功的，他搓着手憨厚的笑：“许大哥，俺也想学，下次妖魔来，俺至少能把俺娘推到安全点的地方。”阿牛学会了傻子功，他的进步骗不了人。越来越多的青牛镇人在下一个冬天兽潮来临前，偷偷练起了这门傻子功。我们心照不宣，都知道这是在为或许无法度过的下一次妖魔潮，准备最后拼命的本钱。求活君的雏形就在这些沉默的修炼与分享中悄然孕育。映雪的伤早就好了，但他没走，他成了我最得力的助手，也是这群泥腿子最初的教官。他放下了郡主的架子，大家开始叫他吴小先生。他教他们最简洁的枪术刺击，我教他们如何将傻子功的气血用在挥锄、劈柴乃至逃命上。我们不再只是两个人，而是一个逐渐凝聚的渴望活下去的集体。求活君如燎原之火不断壮大，但世界绝望的真相到来时，像一道撕裂黑夜的雷霆。当我俩从古籍残篇和他带来的蛛丝马迹中拼凑出大钱是妖魔养殖场这惊悚事实时，唯一的生路只在10万大山之外。突围成了唯一的选择。我们囤积一切能找到的食物，锻造简陋的武器，训练最基础的战阵配合。这支已悄然壮大的求活军，在一个盛夏的清晨，一头扎进了那片被视为绝地的群山。道路是用命填出来的，不只是眼前杀不完的妖兽，更因为身后那如影随形的冰冷气息。大前皇帝，或者说那头化为人形的蛟龙，他一直在追。先生，喝点水。无妨，力竭而已，清点一下人数，尤其是伤员，我们只能歇半个时辰。阿牛呢？阿牛哥，刚才好像还在后面帮忙抬担架，后来就没看见了。阿牛，阿牛他是不是？点清人数，准备出发。蝼蚁也敢拦阵？俺不是蝼蚁，你不怕阵，想拖延时间？娘，俺不是孬种。映雪的眼睛红了，最后的大山横亘眼前，而那道恐怖的气息也终于彻底锁定了我们。蛟龙的威压让空气都为之凝滞。我让映雪带着大家沿着我最后开辟的方向跑，不要回头。我决定牺牲自己与蛟龙决战。映雪，你……对不起，许先生，这次换我。定远王府的枪，武承岳的女儿，你付茶边税，探妖巢，碰了不该碰的规矩，所以他必须死。原来是这样，原来我父王是这样死的，把命还来！只会再次熄灭。蝼蚁，
先生，我们回家。第一次熬的妖魔肉汤，咸的像打翻了盐罐。映雪，我太累了，想睡一会儿，放下我，映雪。我不。你先走，我就睡一会儿，醒了就去找你。放下，先生，映雪，我们回家。放下。我等你。是我太没用了。先生累了，想休息一会儿。映雪带领队伍继续前行。半年后，一支从妖族腹地杀出的军队震动了五界，没有外援，没有补给，只有一门看似简陋的傻子功，却支撑着他们撕开了重围。求活军消失又出现，在映雪的带领下疯狂进攻妖族，队伍不断壮大，救出更多被掳的凡人，吸收更多人族的复仇者。映雪没有建国的心思，他只想变强，为许先生报仇。数年后，他已踏足人仙之界，眼中燃着焚天的恨意。我必杀你！百年征战，求国军以战养战，吞食妖魔血肉延续生命。妖魔从讥讽到恐惧，这支队伍越杀越多，越战越强。百年来，武映雪无数次濒死，身边最早跟随的百姓也逐一离去，但他从未停步。妖魔震怒，全力围剿，却屡屡被人族强者阻。武映雪在生死间蜕变，功法与内天地融合。惊除妖圣来袭，反被他一枪刺死。他重返10万大山，一枪扫平山岳，救出被困人族，五界骇然。他的实力远超寻常彼岸。此后，他主动杀入妖族腹地，遇神杀神。妖魔超脱者出手，也只能逼退他。200年后，武映雪内天地演化玄奇，一枪灭尽妖族，五界自此无声。他已成至高，他统合人族，让众生饱食，受万族敬仰，留下化身坐镇，真身踏入混沌。寻找复活故人之法，混沌之中，群星皆是大世界。他循着妖魔气息，一路征战，吞噬万界道则，内天地不断融合归一，最终万象归元，映照诸天。他伸手捞取岁月长河，救回双亲，镇民，求活军众人，唯独触不到那道温柔身影。我等你。是先生的气息。不会错，这次绝对不会错。停下，交出面包。要不要跟我回家？好，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的相遇。当灵气在地球复苏，为应对世界的异变，我加载了一款嘎啦给木模拟器，成为了漂泊在诸天之间的异界旅人。它可以让我穿行于万千世界，进行生死淬炼，并将历练所得的一切力量与记忆完整锚定于现实之中。自那天起，我的身后多了一道小小的影子。我替他洗去满身污浊，换上干净的衣裳。就这样，我收留了他半个月。日子久了，我发现他能与我正常对话，但却似乎失去了大部分情感。克里莎安静得像一件物品，她从不主动选择什么。可我想让她学会选择，这是我唯一想给她的东西。我将3样东西摆在她面前，她本能地伸手想碰女仆装，却在抬眼时捕捉到我眼中一闪而过的失望。导师，我选好了。我知道，她只是为了迎合我。
导师，我好了。我震惊于他的天赋。克里察，能告诉我你以前的事吗？我是人魔混血，母亲抛弃了我，所有人看到我头上的角都会伤害我，于是我开始了独自流浪。对不起，让你回忆这些。主人为什么道歉？错的一定是自己，我让您为难了，请丢弃我吧，没用的东西就该丢掉。我不会抛弃克里莎的。真的吗？真的。2个月飞逝，克里莎已掌控地风水火4大元素，情感缺失让他学得惊人的快。我教他更深的魔法知识，他学得认真，还包揽了所有家务。神创日就快到了，整座城开始热闹。我忽然想起，这是我在这个世界第一次不是自己独自过年。我想给克里莎挑个新年礼物。克里莎，我的家乡新年要送孩子礼物和阳岁钱，金币寓意平安。您为什么要给我？我喜欢克里莎，所以送。你不喜欢？喜欢导师的礼物。第7年春，克里莎恢复得很快，身体不再孱弱。我开始思考如何让她在人类世界安全生存。我问她是否想隐藏魔族特征，想变成和导师一样的人。不是她想当人类，而是因为我是人类，所以她也想。第7年夏，克里莎突破，精神力触及标准线，正式法师达成。第7年秋，我推导出伪装方案，可能会疼。我相信导师。手术开始。她想变成人，只因为这样就能离我更近一点吧。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位毫无瑕疵的人类少女，她可以走在阳光下了。第8年春，我22岁，她14岁，她已能独自外出采买，像我的专属女仆，但多数时间她仍只愿与我独处。第10年春，我24岁，她16岁，唯一的遗憾是她的情感缺陷依然未见好转。我仍没见过她笑，也没听过她哭，但我的修炼到了关键节点。精神力至精英法师的极限，是时候突破大魔法师了。大魔法师顷刻突破，突破的瞬间，我忽然懂了，原来所谓神明只是登顶的法师。这个世界秘密还真多呀。第10年秋，我敏锐察觉到城市的不正常，贵族与协会高层早已悄然撤离。连王族都罕见地消失在公众视野中。我望着频繁升空的飞艇，心底涌起强烈的不安。克里莎，去市场采购足够物资，装满空间戒指，不必隐藏，用御风术，越快越好。是。灰色复燃。我冲进书房，翻开最高阶的魔法典籍。危机已至，必须在最后的时间里掌握足够的力量。那位大人是魔法师，他居然是魔法师，都送你。他们喜欢的不是克里莎，而是一位年轻、美丽、有前途的女法师。她忽然懂了，会向满身污泥的魔女伸出手的，仅有她。导师，就这样消失吧。怎么了，克里莎？受伤了吗？先起来，我为你治疗。我没事，导师，您没事就好。独自担心，是我失职。没关系，导师，只要您回到我身边就够了。我抬起头望向天空，离开艾伦森最大的难点，从来不是补给，而是如何活着离开这座燃烧的死亡之城。流星火雨只是开始，此刻城外嘶吼涌入的异族大军才是真正的杀机。那些早已撤离的艾伦森高层究竟在谋划什么？我果断撤离，加持多重增益，御风术极致强化，在包围圈合拢前化作极影冲天而起，消失在天际。接下来几天，我们留在小山营地观望艾伦森。第5天，变数来了，地平线上黑压压的军团涌现。原来如此，派出军团不是为了收复城市，是为了制造绝望。我看穿了一切，主动制造危机，派军团送死。神明再以救世主姿态降临，收割信仰，树立神威。模拟第11年，我25岁，克里莎17岁，在瓦格市已生活1年，重归平静日常，一切美好如昔。更可喜的是，克里莎突破在即。
我神色骤变，生命魔法无效，他并无伤势，与魔族血脉突变有关。我紧急翻查所有魔族典籍，资料仍不足，再赴魔法师协会寻得2本古籍，凡人的智慧全开，血脉研究深入进行中，但时间不等人。主人是不是出事了？太好了。好怪，好烫，难道是发烧了？或许这就是献月主人的代价吧。只要不被发现，这个代价可以接受。15小时后我醒来了，身体疲惫尽消，但精神恢复如初。9日夜的研究，我已洞悉魔族真相。克里莎昏迷的根源在于她体内觉醒的魔族血脉无序，与法师精神力有序，激烈冲突，水火不容。肉身与精神，魔与神在激烈交锋。我揉着太阳穴，但已有方案。我布置魔法阵压制血脉，点燃青神草唤醒神智，最终平衡诞生，兼具肉身与精神。他的未来必将超越神明。他牵起他冰凉的手，传递暖意。没事了，回家吧。2年后，我27岁，克里莎19岁。岁月在我脸上留下痕迹，成熟沧桑，但她停留在了17岁的模样，身形略丰，面容未改，成长停滞了。长生还是永生？我望着庭院凋零的花，心中了然。她本就拥有漫长寿命，如今不过是将那数百年差距拉长为永恒。我走到她身边，揉了揉她的头发。永生并非坏事，克里莎。并非坏事吗？是好事吗？往后漫长岁月，她自会找到答案。她开始减少外出，容颜3年未变，已引起议论。她不想给我添麻烦，这些我都看在眼里。2月后，我做出决定，换一个无人认识我们的地方，你就能自由外出了。可是，她只想做有用的物品，即便终生困于庭院，也觉幸福。跟我走，我想再看到毫无束缚的你。克里莎怔然许久，她听不懂，但她有一个优点，听话。于是她收拾行装，被我牵着手离开瓦格室，一如当年秋末。我牵她走出恶臭巷道，无人认识我们。克里莎可再度自在行动，我欣慰也忧虑。她仍难独立。模拟第15年，我29岁，克里莎21岁。我的精神力触及瓶颈，即将突破。我静坐平复轻叹，可惜此生成神无望。系统赋予凡人的智慧，让我有无与伦比的天赋，但代价却是一切皆被限定在凡人范畴，包括寿命。我看向自己29岁的手细纹已现，随即坦然一笑。罢了，往后岁月便多学些其他，以及在我生命终结前需全力培养克里莎。时光在我的身上悄然刻下痕迹，使我听见了寿命的回响。今年我29岁，正值鼎盛，但很快这身躯便会老去，生命转瞬即逝。我开始全力培养克里莎，教她魔法知识，一切能让她在未来活下去的东西。她学得很快，快得让我惊讶。第16年，我30岁，她22岁。别人都说我们像兄妹。第17年，我带她出海，水晶载着我们横渡汪洋。她第一次看见彩虹，伸手去抓，却只握住风。路过小列颠海域，我问她再买颗海蓝蜘蛛，她摇头，握住胸前项链，这颗就够了。她珍惜的不是宝石，是我送她的那份心意。第18年，我们抵达新大陆，这里以魔杖工艺闻名。我开始学习制作，4年后我已成大师。第22年，我36岁，她28岁，我老了，她没变。现在出门，别人都说我们是父女。第23年，她突破至大魔导师，和我同境，我亲手为她打造新魔杖。第30年，我44岁，一次喝水，我看见水面倒影，鬓角有白发了，我愣了愣，悄悄拔掉。第35年，我49岁，她41岁，我注意到她总在看我，看我走路慢了，看我读书把书拿远，看我笑时眼角的皱纹。第38年，我52岁，我开始闭关冲击圣域魔导师。日复一日的平淡问候里，时间无声流逝，几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我清晰地感觉到身体深处那股不可逆转的衰败。好在终于摸到极限了，圣域魔导师就在眼前。在拉库都市，我停下旅行，我决定再次突破。那些至高的法师们为了守住自己的权柄，在通往至高的道路上设下了重重枷锁，他们绝不会让后来者轻易分享这份力量。圣域魔导师城，我毫不留恋，立刻带着克里莎远遁。同时，所有后手启动，世界各地爆发混乱。高天之上，无形意志轰然降临。
不是一位是诸神旗帜。意念扫过拉库都市，却一无所获。地面上信徒们还以为祷告引来了神明垂怜，跪地高呼，回应他们的却是灭世般的恐怖雷霆，那是神明的愤怒。找到他，一定要找到他！这个世界绝不会允许新的神分割权柄。抬头看天，法则封锁更严密了，成神之路彻底断绝。唯一欣慰的是，克里莎的均衡之力不受影响，仍在快速进步。但神明教会已全面行动，疯狂搜寻所有元素法师。我知道自由旅行的日子到头了。模拟第39年，我53岁，克里莎45岁。我牵着他的手回到了艾伦森市，最初之地亦是最终归宿，废墟已重建，故人皆不在，但我对这里仍有特殊感情。我伪造身份定居市中心，买下代庭院的房子，圣域领域的力量可为克里莎伪造正常衰老外貌，骗过普通法师。第41年，克里莎领悟领域真谛，晋升圣域魔导师，悄无声息，未引波动。我感叹无图克里莎有凌驾诸神之姿。第46年，我60岁，脸庞老态明显，但精神尚可。我编写禁咒大全，传授给克里莎。第48年，我62岁，情感补全计划宣告失败。几十年努力，魔女依旧无喜无悲。我沉默许久，最终放弃。或许对她来说没有情感，反而是好事。我尝试感悟法则，冲击半神，却因封锁严密而失败，前路已断。终究行不通啊！第49年，我63岁，我发现了克里莎的异常。原本只在出门时才维持老化伪装，如今在家也不肯卸下。我喜欢17岁的女巫，因为你那样子很美，很美，对不对？克里莎身体微颤，最终她变回了原本的模样，17岁。第51年，我爱上晒太阳，一坐就是整天。岁月快进，只剩剪影。第61年，我75岁，白发如雪。午后躺在摇椅上小憩，却再未醒来。3天后，我睁开眼，我睡了整整3天。真相揭晓，衰老的肉体已承载不住圣域魔导师的浩瀚精神，身体自发陷入沉睡，分担压力。往后我将频繁长眠，直至某次永不醒来。我将真相全盘托出。克里莎没有崩溃，只是平静地说：“请交给我吧，全部的事我会照顾好您，以及您的一切。”我笑了，那就辛苦你了，克里莎。第63年，我77岁。沉睡时间延长至半个月，醒时恍如隔世。第71年，85岁，一次沉眠便是半年光阴。睁开眼，她仍在床边。永生的魔女在无数个昼夜中静坐于衰老的导师榻前，等待每一次短暂却珍贵的重逢。为什么每次醒来，总能第一时间听到克里莎的问候？为什么每次睁眼，第一眼见到的总是她的脸？答案简单到让人心头发紧。每一次我沉睡，她就搬来小木椅坐在床边，一动不动，从日出到月落，从春到冬，屏蔽所有感官，让世界只剩灰暗，直到我苏醒，他的世界才重新运转。第72年，我沉睡1年未醒，他守在床边见证4季轮回。第73年，他尝试突破半神，想救我失败。第79年，我93岁，身体苍老如枯树，他握住我干枯的手，一遍遍呼唤。我睁开了浑浊的双眼，我知道自己要死了。回光返照最后一面，他转身想逃，只要不听接下来那句话，但我叫住了他。他坐回小木椅上，我干枯的手最后一次轻抚他的发顶。我交代后事，书房的资料，冥想室的法阵，卧室的收藏，一字一句像刀割在他心上。空洞的眼眸第一次剧烈震颤，他抬头直视我，拒绝了我的安排。克里莎违逆了我，他拒绝了所有嘱托，仿佛这样就能拒绝离别。我愣住了，惊讶、疑惑，最后化作欣慰的笑容。我拉住他的手，疲惫的双眼注视着他空洞的眼眸。我只是温柔地抚摸他的头发，渐渐的他说不下去了，绝望如潮水涌来，明知结局却无力阻止。带上我一起走。克丽莎，你很清楚，我不会答应这种事。好好活下去，克丽莎，这是我的请求。别难过，这不是永别，只是一次很长的离别。他爱我，深爱，永恒的爱，可这份爱没能赋予他挽救一切的力量，痛彻心扉，悔恨如潮。他再也忍不住，沙哑地哭泣起来，泪水不断滴落。与此同时，体内神秘力量涌动，冲破最后枷锁，半神晋升完成。清风呜咽，我的身躯开始化作齑粉，一点点消散。克里莎静静看着，心已几近死亡。但他决定等，以永生怪物的身份一直等，一直找。在那之前，他机械般的行动起来，完成我交代的一切。进入书房，他看到桌面上整摞的书稿，整理时他敏锐发现书架深处有一角被深深掩埋的纸张。精神力抽出那叠薄纸，悬浮眼前，字迹熟悉，是我亲笔。纸上的字密密麻麻，
全是关于克里莎未来的安排。实力方向衣食住行事无巨细，我仍在为她铺路，为她照亮前路。克里莎指尖抚过自己，泪水无声滴落纸面。魔女在寂静中崩溃，她哭得安静而绝望，觉得自己仍是那个无用的劣质品，依赖我前行，做事我逝去。但她不能沉沦，导师希望她活下去，希望她飞向天空，她必须听话。活下去的意义是什么？魔女眼神空洞，直到目光落在神明二字上，眼眸微微转动。她找到了，我要为导师做点什么，哪怕与神明为敌。推开生锈的庭院大门，魔女越走越远。自此，她化为永生的怪物，独自活在这个世界，永远离开了这座不再称其为家的庭院。4、5年后，居民察觉异常，魔法师协会调查，只见到满是灰尘，所有我的物品已被克里莎收走，事件被定性为失踪。30年后，神明教会仍在搜寻我踪迹，但一夜之间，整个世界北境的神明教会被连根拔起。诸神震怒，降下化身，诸神化身为宫却战平，魔女安然离去。诸神狂怒，不惜一切代价搜捕。又过20年，克里莎再次现身，立于天际，魔杖遁迹虚空，以及荡灭世间所有神明教会，精准彻底。诸神恐惧。所谓的神，不过如此。他说死，神便陨落，抽离所有陨落神明的权柄汇聚一身，灰蒙混沌光柱横扫天界，彻底崩毁。天界坠诸神灭，他向前迈出一步，踏出世界之外，眼前是无垠混沌，无数世界如星海沉浮。他决定寻找我的踪迹，并在此过程中消灭所有丑陋的神明。那个方向好像有很多神明。他歪了下头，于混沌中开始漫长航行。永恒的魔女立于诸神尸骸之上，静待下一次轮回。Oh, if there's one thing to be taught, is dreams are made to be caught, and friends can never be bought. 我死过3次，第1次仙魔大战，茉莉活下来了，我挡在她身前，然后碎了，她应该哭了吧。第2次魔法世界，魔女终于有了情感，那晚之后应该不会守在床前了吧。第3次10万大山，我拼死斩了蛟龙，她背着我走，我想让她放下，可这丫头最不听话。第4次穿越，我选了10个复活币。不是怕死，是前3次都没活够。模拟第1年，我20岁，成功搭建了一个地下庇护所。模拟第2年，废土生存2年，我成功觉醒谢力。模拟第3年，从联邦科技资料中，我了解到了恐怖的致血天灾，是导致这个文明的灭亡。如今这颗星球上可能只剩我一个活人。我开始改造破败的地下实验室，修复线路、水电和动力装甲。进展虽顺，却渐渐意识到人力终究有限。我激活了一台家政型自律机器人 RTX-9090，结果刚开机，它疯狂尖叫着要消灭人类。这内核早被改造成了杀人致谢。本次穿越时系统赋予的词条激魂愉悦，或许能靠它让这个内核恢复正常。我开始循环操作，开机、关机、开机、关机，频繁重启中，那股熟悉的触发感终于来了。丁，激魂愉悦，您与家政型自律机器人建立起微妙联系。我用激魂与谢力双重加持，飞速修改了家政机器人的底层逻辑，将忠于联邦替换为服从我、不伤害我、保护我。开机后，它终于汇成一句问候：主人 ，RTX-9090，听候命令。我的末日经营终于开张了。我逐步给机器人9090开放权限。1年后，它因激魂愉悦影响，开始展现出灵性与情绪。第1次察觉不对劲是在一个黄昏。欢迎回家，主人。你以前都说欢迎回来，为什么改了？我学习了人类文化，回家比回来更适合当前场景。我隐隐察觉到某种难以名状的东西正在复苏，可连9090自己都未曾意识到这份不同。在吉普9090的照料下，我彻底解放，权力可言。每当我口渴，一杯水总会恰到好处地递到面前。谢了，9090。它让我想起克里莎，但它只是封闭情感，而9090本质是死物。可回想着它这些日子的表现，我莫名预感，或许有朝一日，我真能看见人性的辉光绽放在冰冷的金属之上。我外出巡查太阳能板时，我注意到摄像头角度比平时抬高了一点。等回到实验室时，我下意识看向屏幕，却发现它不再显示往常的出入口画面，而是一片绚烂星空。摄像头被抬高了角度，
我忽然明白，9009时正在用他唯一能动的眼睛仰望夜空。你喜欢看星星？星空是人类永恒的向往。那是联邦人类的答案，不是你的。我想听你的想法。抱歉，我无法理解自身的行为。没事，那就不想了。主人，要不要把摄像头调回原位？就这样吧，我也喜欢看星星。等我一下。擦干净的话，看到的星星会更好看点吧。对不起，主人。此后，我常与9009时一同坐在屏幕前，仰望无声的星空。9009时，你有名字吗？像人类那样的？很抱歉，主人 ，RTX-9009时就是我的名字。那我给你起一个吧，艾蕾，如何？主人，我很喜欢。既然你喜欢，那就不改了。自那一夜后，9009时正式更名为艾蕾。只是偶尔，当我因习惯脱口而出9009时，忠诚的鸡仆总会有些不一样的反应。9009时，给我一杯水。收到，尊敬的主人，欢迎使用智能辅助鸡仆 AI RTX-9009时，很不高兴为您服务。艾蕾，能给我换杯水吗？好的，主人，艾蕾很高兴为您服务。自己家的鸡仆好像挺好懂的。名字是感情的起源。自从有了艾蕾，它不再只是消耗品，它在我心中占据一席之地。动力装甲终于调试至满状态，艾蕾着装。主人，你会觉得寂寞吗？为什么这么问？联邦生物学提及过，人类是社会性生物，无法脱离群体而生活。哈哈，我倒还好，现在的生活我没什么不满意的。所以，主人不会因为一个人而寂寞吗？确实不会，毕竟有你在。我穿过废墟来到赛勤能源公司，抬手轰碎发现我的致谢，又用高斯枪轰开建筑货口，烟尘散尽，前方黑暗中骤然亮起一双双红眼，那是无数致谢的电子眼。我接击退致谢后，我意识到各地致谢狂潮，唯有同样拥有无穷无尽的机械大军，方能抗衡。我正发愁如何搬走如山般的超级计算机，艾蕾却申请一键托管。他操控动力装甲直接与计算机能源互联，瞬间启动并黑掉了整台系统。我发觉艾蕾的算力早已天翻地覆，轻易便攻破联邦计算机的防御。这或许与多年的机魂愉悦有关。关于联邦计算机的最终处理结果，我选择将其分批拆卸，逐一扛回地下基地。这个过程乏闷而单一，得益于自家鸡仆的贴心服务，我并未觉得太过劳累。主人，请喝点水吧。好，艾蕾，我有件事想问你。请您尽管说。这杯水你是什么时候放进装甲里的？因为怕主人路上口渴，艾蕾提前修改了装甲参数，让它拥有小格的储水空间。主人不喜欢吗？没有，你做得很好。我张口，用一根导管缓慢吸引着微凉的纯净水。艾蕾的天赋是不是点错地方了？身为智能 AI， 艾蕾的科研天赋无疑是顶尖的，但现在却用在了改造饮水功能上。难不成这是来自家政致谢的老习惯？稍稍有点浪费天赋，但我不讨厌这样的艾蕾。艾蕾，你知道吗？在我的故乡，像你这样的致谢 AI 很受欢迎，人们会为了你大打出手。艾蕾会很受欢迎吗？会的。那主人呢？我也喜欢这样的艾蕾。我如实回答。试问有谁能拒绝一个听话、乖巧又能干的专属 AI 呢？我抚摸着联邦计算机部件，有了它和艾蕾，我终于可以尝试建造真正的科幻基地。废土之上有艾蕾相伴，不再孤单。它越来越人性化，学得飞快，甚至青出于蓝。它总把家政天赋发挥到极致，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恍惚间，我想起了第二次模拟中的克里莎。连续数日，我与艾蕾分头搬运联邦计算机的部件，她操控动力装甲，我带着外骨骼机械臂。就在搬运工作接近尾声时，主人，我没电了。我笑着用泄力增幅外骨骼机械臂，强行拖着它一步步挪进地下。在艾蕾协助下组装完联邦计算机后，通过泄力共鸣，我隐约领悟了聚变原理。将其接入基地后，深蓝光辉照亮整个地下空间。
从此能源不再受限。我终于有望在废土真正扎根，在联邦计算机和艾蕾的助力下，科研飞速推进。某日，我发现艾蕾对着那堆废弃残骸走神。艾蕾，你在想什么？主人，我想制作一具可行动的机体。那为什么不做呢？不行，这是禁止事项，没有主人的同意，艾蕾不能这么做。艾蕾在为自己制作机体这件事上神奇地纠结了许久，明明常自作主张，却在此刻莫名停滞。没事的，艾蕾，有些事情你不必在乎我的想法，想做就做吧，我会支持你的。您的意思是允许我制作机体吗？我允许。谢谢您的准许，艾蕾很高兴。哈哈，高兴就好。需要我帮忙吗？这种小事不必麻烦您，请放心交给我吧。实验室里，机械臂在艾蕾的操控下迅速组装出一具以人类女性为原型的人形机体。她小心翼翼地迈出几步，膝盖连接处却突然断裂，整具机体重重砸向地面。对不起，主人。我蹲下身聚拢那些零件，轻声说：“该道歉的是我，没能早点发现他的想法。”回到工作台前，我开始亲手维修，手搓零件。3天后，我让艾蕾试试新机体。制作机体后的第2个星期，艾蕾已经能自然地为我服务。她在空闲时会查询联邦资料，学习那些好看的人类女性，不是为了复刻，而是想借鉴世俗审美，为自己塑造独属于自己的样貌。制作机体后的第3个星期，艾蕾终于为自己塑造了专属样貌。主人，您在做什么？擦一下基地的摄像头，那样的话，你看见的星星就能更清楚点了。主人忘了吗？我现在拥有专属的身体，可以自己去外面看了。抱歉，我都成习惯了，一时没改过来。模拟第4年，实验室里多了艾蕾的身影，她容易满足，只需待在我身边就开心。第5年，我24岁，实验室科技已全部吃透，星辰大海是终极目标，但眼下需从征服第6卫星室开始。第5年春，艾蕾学会了我全部知识，甚至开始主导基地生产。狭隘的地下空间和匮乏的原料限制了我们，于是决定拓展地下，连通其他实验室。第5年夏，工程器械打通通道时遭遇叛乱致谢，我正准备出手，数十个电磁炮台已抢先落地部署，一轮齐射将敌人轰得渣都不剩。我欲言又止，心中只剩2个字：忠诚。第5年秋，我整合科技，升级防御体系，由艾蕾实时操控，但深知第6卫星室仍有强力制械，必须小心谨慎，才能在末日走得更远。第5年冬，机械苍鹰频繁盘旋基地上空，我减少外出，由艾蕾操控机械代劳采集，我整日与她相伴研究科技。第6年，我25岁，在艾蕾的操控下，无数原材料与制械残骸被拖入实验室，基地蜕变为真正的钢铁阵地。第6年春季，我准备正式出征地表，积攒的重火力足以打下一片区域，但计划被泄力的突变打断，只是念头升起，无形的泄力便牵引金属凝聚成外骨骼机械臂。我哑然失笑，科幻里的幻子有时比魔法更逆天。泄力突变让我战力大增，着装后与艾蕾操控的机械大军走出地面，抬手间万炮齐发，轰碎制械苍鹰。在随后的扫荡中，我虽能斩杀敌群，却意识到个人输出远不如为大军提供泄力增幅。出征第1个月僵持不下，第2个月新技术加持开始反推，第3个月艾蕾发起总攻，他替我打下了整座第6卫星室。夏季的阳光下，我茫然站立于城市最高楼峰中凌乱。是的，我成了这里的主人。艾蕾的动作太快，我们已经赢了。打下这座城市意味着我终于有了稳定地盘，不必再躲藏。我坐在阴凉处，心想下一步该如何面对更强的致谢。主人是太累了吗？主人醒来看到这个会开心的吧？主人这个很好看。我让艾蕾坐下，为她整理沾湿的长发。我问她除了服侍我还有什么想做的事，她茫然摇头，只想打扫、学菜谱、种花草、消灭敌人。我心中轻叹，若我不在了，这孩子该怎么办？打下第6、第7卫星室后，我沉迷于泄力共鸣，机魂愉悦不断，我有艾蕾大不悦。为改善伙食，我亲自下厨。这不科学。哈哈哈。第7年，我26岁，打下第6卫星室后，我率机械大军2个月拿下第7卫星室。心中清楚，
若遇上真正觉醒的致谢天灾，复活次数早该用尽了。我整合第7卫星室后，挥师进攻第5卫星室。艾蕾的辅助与无尽机械大军让我以为南方无可阻挡，然而行至途中，旧联邦的天机粒子炮如神罚降世，艾蕾焦急地挡在身前。下一秒，一切都被高能粒子蒸发湮灭。我从濒死中醒来，看见艾蕾的机体已被粒子炮摧残得不成样子。主人，您还好吗？看来第1次复活要用在这里了。艾蕾，请帮我解脱一下。否决。主人，不要！抱歉，刚才吓到你了吧？主人不是人类，即使主人不是人类，艾蕾也依旧会为您服务。我带着残余的致谢回返到第6卫星室和第7卫星室。由于战后受损严重，我下令加快生产新致谢。而基普向我提出请求，关于这一次的修复，他想要自己进行。我思索片刻，同意了基普的请求。2天后，自我改造结束的基普从实验室中走了出来，他的体态高挑了一些，模样比以往更加成熟。我欲言又止，艾蕾，是，我在。关于以前的机体，你不喜欢吗？您为艾蕾制作的机体，艾蕾很喜欢。艾蕾给出的解释是，距离她的机体被我制造出来已经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人是会成长的，所以艾蕾的机体也该得到成长。不过我觉得真正的原因应该是下面这条。根据联邦资料库显示，过于年幼的体态容易使人产生轻视，而不是将其放在平等的感情地位上。总觉得自家鸡仆开始有小心思了，终究是孩子大了。主人，您在想什么？我在想，艾蕾果然很好看。谢谢您的夸奖。往后时光，我专注研究能量精密科技，结合艾蕾的判断，实施分散隐匿策略。机械部队再次壮大，天机武器也再未落下。第8年，在艾蕾陪伴的第6个年头，我通过谢力共鸣啃下无数联邦科技，休整1年后再次出征，在艾蕾包揽科研计算与调度下连下2成。更令我欣慰的是，他已开始思考爱恨、悲伤与喜悦。主人，人和机械的区别是什么？这个我也说不准。人可能是有爱吧。即使是我，也能拥有爱吗？可我没有人类的身体。衡量人的标准，从不是血肉之躯，而是一颗懂得喜悦与悲伤的心。艾蕾，你虽然只是 AI， 可我也只是一段细胞。代码会湮灭，细胞会老去，所以我们没有什么本质不同。我明白了。半年休整后，我们向第3、第4卫星室发起进攻。第9年，我突破寿命限制，解析联邦计算机，机械部队全面迭代。第10年，攻下南方所有卫星室后，卡在主基地时，我在饱和轰炸中第2次死亡。复活后并无波澜，但艾蕾似乎很不高兴。这种事情，我不允许。一切都是为了主人。我站在残破的主基地室街道上，感叹战后城市仅剩2成完好。抬头是焦烟与赤红交织的绝望天空。艾蕾为什么要往菜里加金粉？为了和您的料理保持一致。我沉迷于谢力共鸣，日夜不休地沟通电磁轨道炮、激光阵列、反重力空艇，机魂一次次愉悦，艾蕾一次次不悦。当我终于结束工作，他端来一盘素食方块。艾蕾，可以帮我做顿饭吗？太久没吃到你的手艺了。他立刻高兴地去准备。时至今日，他的厨艺已见长，却始终困惑，为何我做的饭菜总能带着神奇的金光？他反复化验，百思不解。第12年，新技术全面吃透后，我决定不再逐城进攻，而是让致谢天灾席卷联邦每一寸土地，在艾蕾保护下坐镇后方下达总攻指令。机魂愉悦使所有致谢伤害提升200%。我的谢力虽无法覆盖全局，但已足够。联邦防线层层崩溃。心想，看多了超凡的毁天灭地，如今看这些科技，倒也别有一番趣味。行动异常顺利，我们势如破竹地攻破首都，剿灭所有叛乱致谢。最终我终结了致谢末日，成为真正的救世主。艾蕾，还记得很久以前我问你为何看星星吗？如今我想听听你自己的回答。主人，是好奇。遵循自己的想法，去做喜欢的事情。主人，
请你以后尽可能多的命令我吧。隐隐觉得自己的教育似乎又出现了差错。我制霸全球，继承联邦遗产后，回到起点第6卫星室，在熟悉的地下实验室里，望着掌心谢丽陷入沉思。前3次模拟的超凡各有其道，科技则以真实剖析宇宙，可站得越高越看不清模拟器本身。它真如我想象是科幻册的产物吗？望着熟悉的实验室，想起初识时，他还是个叫 RTX-9090的家政致谢，如今已蜕变为拥有人性的存在。我曾试图复刻这奇迹，却再无成功。致谢叛乱终结后，生活归于宁静。我享受这份随心所欲研究科技的闲暇，也曾问艾蕾未来有何打算。他的回答一如既往，服侍我，直至机魂熄灭。我欲言又止，试图纠正，却始终未能改变他的准则。隐隐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好老师。我言传身教，引导艾蕾的人性成长，她愈发像个真正的人。只是不知为何，梦见克里莎的次数更多了。难道是我太过挂念克里莎？第13年，我32岁，星舰发动机和装甲材料的研究有了突破。第14年，我33岁，星舰研究接近尾声，各地工厂已开始生产部件。艾蕾为我更新了第2型基因药剂，寿命大幅延长，岁月不再留痕。今年我们去了旧联邦的花海，他依旧陪伴左右。这个很好看，主人，这个是流星之花，它的花语是忠诚、自由与永恒的爱，主人送给你。比起送我它，更适合你。花海之行，我满意于艾蕾的成长，她已蜕变为真正的生命，比许多人更有情感。第15年星舰研究完成，我终于可以踏足星空。但未被喜悦冲昏，而是全力储备资源。宇宙航行注定孤独，好在有艾蕾陪伴。而真正踏足后，才发现宇宙的真相是冰冷的死寂与虚无。第16年星舰军团成型，我登上甲板，俯瞰生活10多年的大地，与艾蕾正式启程星海。艾蕾，出发吧！星舰群在反重力光环中缓缓升空，驶向黑暗宇宙。逐星之旅启程。我深知星空危险，却是文明必经之路。每日钻研超光速引擎，机魂愉悦不断，艾蕾不悦连连。某日科研结束，看着面前的素食方块，我陷入沉思。艾蕾是，艾蕾很不高兴为您服务。机魂的喜悦总是毫无保留地写在脸上。第17年，我36岁，驶向宇宙的第2年，生活平静得近乎乏闷，但有艾蕾陪伴，便不觉得无聊。第18年，我37岁，星舰在气态行星补充能源后再次启程，发动机性能提升，速度更快。第20年，我39岁，艾蕾陪伴的第18年，她出现了一些变化。艾蕾病了，不是真正的病症，而是因机魂特大，愉悦陷入紊乱。我将她抱上工作台，用泄力修复创伤。3天后自检结束，危机自动消除。这不是攻击，不是病毒，而是一件彻头彻尾的大好事。艾蕾的病不是变异，而是进化因机魂特大愉悦，算力暴增，远超机体承载。我让她暂停一切，好好休养。艾蕾的病症，那是因长期机魂愉悦而触发的进化，是宇宙中从未有过的奇迹。她陷入停机，我独自掌控星舰群，一边研究光量子计算机，一边等待。3个月过去，艾蕾状态依旧不稳，她为此愧疚。我笑着安抚，会一直等你。3个月后，我思考着未来是扎根星系缓慢发展，还是追寻致谢叛乱的真相。宇宙辽阔，敌人难寻，或许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但无论如何，在模拟结束前，我会为艾蕾安排好后路。尽管以她的实力，或许根本无需我担心。2个月后，艾蕾进化稳固，我为她造了新机体。她瞬间接管星舰群，使科技大幅跃进。我们有望进军更璀璨的星河。我准备重启航行，艾蕾却喊停了我。她突然握住我的手，带我进入全新视角，让我看见宇宙深处无尽的废墟坟场与红色光点。那或许是致谢叛乱的元凶，但她已无力维持，倒在我怀里。主人，艾蕾没电了。艾蕾进化出化身宇宙观测者的奇异能力，借助她的视角，我窥见了真实的宇宙。我决定前往那片星海探寻真相，赶在神秘敌人再次打击前收下其他文明的遗产。远征3阶段，驶向星海，探索文明，寻找真相。远征3阶段卡在第1步，以当前速度抵达最近的文明废墟需200年，而幕后黑手正无声逼近。我闭眸沉思后下令：第1阶段，目标突破亚光速。第21年，我40岁。为应对宇宙的广阔与未知的敌人，我与艾蕾全力攻坚星舰速度。我以泄力沟通机魂获取灵感，他用算力快速转化成果。叮叮声中，星舰技术层层突破。第22年，我41岁。离开母星数年，日夜钻研科技，很少察觉时光流逝。
基因药剂与谢力让我容颜不老。第25年，我44岁，得益于艾蕾的恐怖算力，原需数十上百年的科研，今年便有了结果。他向我分享了视作型亚光速引擎的理念蓝图。很抱歉，主人，让您失望了。不，你做的已经很好了。1/10光速已是突破，1/2还会远吗？机魂愉悦，算力效率飙升。他点头听进我的话，陷入奋斗状态。第26年，1/4光速；第29年，1/3光速。艾蕾仍在为未能达到90%光速而道歉，我却已惊叹于他的速度。艾蕾萎了，在研发出离子引擎后，他熟练地倒在我身上。这些年，他频繁动用特殊观测能力，以一击之力进行超载运算。星舰群的计算机都不够用。主人，我又没电了。离子引擎研发成功，我本该高兴，但艾蕾因过度动用特殊能力而虚弱，让我很不高兴。我轻弹他额头，告诫他不准再擅自使用。他乖巧应下，我欣慰点头，却将发颤的手指藏到身后。机械躯体着实硬过头了。第33年，我52岁。漫长航行中有艾蕾陪伴、科技探索，还有用虚拟技术开发的消遣游戏。只是艾蕾加入后，游戏总太快通关。偶尔我会选择低温沉眠，以无意识度过无聊的星际时光。第37年，我56岁。钻研科技、虚拟游戏、低温冬眠交织，让时光流逝只如瞬间。经过多年航行，我们终于抵达那片惨剧的边角，一颗曾孕育文明的星球，如今只剩废土。踏上异星废土，暗红土地与破败城市交织。艾蕾紧随身旁，轻易抹去扑来的叛乱致谢。我蹲身拂过生物质计算机的残留，感叹文明奇迹的诞生。超新星、中子星，亿万次碰撞，方有生命与文明的趴花。如今探索这些废墟，正是为了补全科技。主人，我的身蜕变为人体，是否也要经历这般奇迹？那可能需要一次宇宙大爆炸。我探索了02号文明，通过谢力共鸣获取了生物质计算机与基因炸弹蓝图。在艾蕾的特殊视角下，那些科技产品中再次浮现熟悉的红色光点，致谢叛乱的元凶。艾蕾将它们隔绝在外。翻阅文明遗存，我注意到一个频繁出现的词：临界点。临界是指文明的发展程度吗？两个文明的覆灭，证明致谢叛乱不是巧合，而是刻意针对。似乎是以科技水平作为锁定条件，我沉思着，却总觉得还欠缺了什么。逐星之旅再次起航，目标仍是星海坟场，吸收科技，探寻真相。幕后黑手无法忽视，只要继续发展科技，就注定与其为敌。唯一的安全选择是自废科技，退回警戒线以下，但那等于放弃一切努力。我不愿如此。模拟至今，我已放弃探索模拟器其本质，目标转为掌握更多科技。但每次抬头望向人造太阳，我都会想起那艾蕾。我可以在模拟结束后回归现实，而他却会被永远困在这片被封锁的星空。我想在结束前为他打破囚笼。第67年，我86岁。距上次打击已过10年，舰队进入行星系补充资源，却只见虫族尸骸与天体碎片，这里同样遭遇了不明打击。在幕后黑手眼中，虫族也是必须清除的威胁。艾蕾指挥致谢收集残骸充当能源，舰队再次起航。第77年，我96岁。舰队深入星空，发现03号文明，机魂愉悦，谢力共鸣，高效吸收科技后再次起航。第90年，我109岁，模样依旧年轻。第3型基因药剂即将成功，寿命将再次提升。为确认方位，我选择借助艾蕾的特殊能力。我再次窥见宇宙真实，一颗被改造成移动堡垒的中子战星曲率航行，所过之处时空凝滞，万象崩毁，与封锁星空的幕后黑手极可能是同一者。中子战星的出现让我意识到敌人的实力远超想象。改造星体，曲率航行，这种科技水平已是降维打击。我亲眼目睹中子战星的实力，深知攻击防御都无法奈何它。唯一的生路是彻底脱离这片被封锁的星空，否则复活次数迟早耗尽。为此，我制定了专属计划，永别了牢笼 2.0。主人，以前有 1.0 版本的计划吗？有的。质疑，资料库中并无相关记载。当然没记载了，这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原来如此，艾蕾明白了。我揉着她的头发，望向窗外黑暗太空，决心在模拟结束前带她脱离囚笼。为此，舰队满功率前行，我以机魂愉悦探索科技方向，他用算力穷举失措，一点点壮大贫瘠的科技树。艾蕾，这段时间辛苦你了。您无需担心，我并无疲惫的感官。时光流逝，我们探索至06号文明，科技树在机魂愉悦与算力穷举中茁壮成长。
立场科技的最后一块版图终于补全。模拟第100年，我119岁，岁月的残痕出现，但第3型基因药剂成功研制，寿命跃升至1000岁，舰队仍未抵达封锁圈极限。中子占星的超光速航行暗示，这片牢笼远比想象中广阔。为度过漫长时光，我选择进入冬眠。第150年，我169岁，舰队抵达第14颗文明星球，量子领域的知识补全了最后的短板。机魂愉悦中，我甚至觉得思考速度都变快了，没有急于冬眠，而是与艾蕾在生态星舰内看虚拟日月轮转。他时常打瞌睡，不自觉地歪倒在我肩上。第155年，我再次死于中子占星的打击。复活后，站在备用舰桥上，望着艾蕾独自回收残骸，重建舰队。我陷入沉思，100年一次的打击，我还有6次复活机会。我死可以，但艾蕾会被永远困在这片星空。没有我的机魂愉悦与谢力共鸣，她如何在无尽的碾压中存活？艾蕾，我以后不冬眠了。我的生命还剩600年，漫长却又短暂。我不忍模拟结束后独留艾蕾困在这片星空，必须执行永别了牢笼2点。我不再冬眠，不再游戏，将所有时间投入机魂与谢力的共鸣，钻研能源、材料、航行3大领域。面对中子占星，攻击防御都无胜算，唯有研制出曲率引擎，才有脱离囚笼的可能。第165年，我184岁，10年过去，我们模样未变，曲率引擎却遥遥无期。我选择借胶借造，先攻亚光素，大统一理论与反物质应用。实验室里，我让艾蕾加大动力输出，她担心我的健康，试图劝阻，却被我笑着拒绝。她最终还是答应了。听主人的话是必须的。基普的算力，基普的直觉，都是你难以想象的高。在一点点的微末细节里，他似乎猜到了什么，于沉默中配合你进行实验，甚至多次启用特殊能力，透支机魂辅助你。事后，他虚弱地躺在你怀中，紧抓你的衣角，久久不肯松开。第175年，我194岁。磁约束等离子体引擎研发成功，舰队又遇见了新的文明废墟。从残骸中，我们发现了这个文明的记载。他们同样察觉了星空的封锁，试图抗争，试图逃离，却最终沦为宇宙尘埃。第181年，我200岁整。日复一日的机魂共鸣，让机械操纵愈发精细，记录的灵感堆叠成册。第191年，第200年，第220年，我在星舰上与艾蕾度过200年时光，逐渐习惯将年月视为冰冷的数字。为应对即将到来的新一次打击，我设计了5个计划：分散舰队、备份数据、隐藏自身，试图验证中子占星的攻击逻辑。第252年，布置全部完成，我独自留在原始行星上。艾蕾操控主力舰队驶向遥远星空，用最朴素的方式验证规避中子占星的可能性。第255年，我独自生活在原始行星上，摒弃一切科技产品，试图以非文明的状态规避打击。主人，我尝试一切方法规避中子占星，终究徒劳。不再纠结，坦然接受，本就不指望轻易逃脱。舰队恢复后，我回到生态星舰，继续紧迫的科研，想在有限时间内找到离开囚笼的方法。第275年，我294岁，外貌依旧年轻，内心却开始冷却。或许是科研太单调，我开始抽时间陪伴艾蕾。第291年，舰队遭遇超大规模虫群，几欲淹没群星。艾蕾第一时间发来避难警告，即使知道我能复活，她也不想看见我死亡。致谢天灾与虫族天灾正面碰撞，艾蕾在词条增幅下取得胜利。战后，我笑着抚摸她的头顶，她忽然握住我的手腕。主人，可以请您不要松手吗？我惊讶却笑着答应。最长的一次摸头长到手臂发麻，但看到她不再脆弱，觉得值得。望着星空中虫族的断肢，我明白，在模拟结束前要尽可能牵着艾蕾前行，直至她冲出这恶意的牢笼。第300年，我319岁。永恒的年轻是艾蕾给的底气。我凝望星空，说起从前想带她看宇宙的愿望，如今已轻易实现。谢谢您，但我只是无心的机器，不值得您这样。艾蕾，你并非可以随意抛弃的物品，你和我一样是独立存在的生命。主人，艾蕾没电了。第330年，我349岁，时间已模糊，习惯宇宙的永恒与孤独。第355年，打击未至。第359年，他终于来了，我再次被杀死，复活后完好无损。第377年，我386岁。大统一理论虽有进展，曲率引擎的希望在前，但我发现自己变得情感迟钝，理性的像冰冷的致谢。我察觉到身体的迟钝源于高频激魂共鸣，停下就能恢复，但科技研发将大幅放缓。仰望天空，我毫无犹豫继续共鸣，直至模拟结束。目前的生活是痛苦的，星空囚笼无望，
人性正被机魂共鸣侵蚀，但我必须继续为艾蕾补足反物质发动机和引力科技给他脱困的希望。我瞒着那份迟钝，以为伪装完美，却被他看穿。主人，您生病了吗？艾蕾，人的死亡有3个阶段：生理、身份、遗忘。只要有人记得，就不算真正消亡。主人，这是骗小孩子的话术。我哑然，聪明的鸡仆比笨蛋郡主难骗多了。我的生命如风中烛火，却不在乎生死与侵蚀，只想继续研究科技，为增加收获，也为艾蕾开创生路。长期共鸣让我逐渐迟钝，只能对艾蕾露出空洞微笑。她没有言语，颤抖着握住我的手，说这次换她来为我充电，往后以笨拙姿态试图感染我僵硬的身心。第400年，艾蕾以更成熟的姿态出现，我久违的露出真心的笑。她主动凑近让我摸头。第401年，她新增每日暖手服务。第463年，第7次死亡，机魂侵蚀加剧，我漠视死亡，继续研究曲率引擎。第7次死亡后，我愈发迟钝，却因此无视了宇宙的孤独与时光的空洞。还剩3次死亡，300多年，必须研发出曲率引擎，哪怕只是试作型，但只要一艘星舰能带着艾蕾逃出去。第475年，身体日渐沉重。第490年，日夜实验终于透支昏迷。醒来时，我躺在床上，盖着艾蕾准备的被褥。主人，我很担心你。抱歉让你担心了，相信我好吗？第500年，我519岁，时间压榨到极限，击魂、泄力、再击魂、再泄力，24小时不停。艾蕾担心我，开始频繁动用特殊能力帮忙演算，然后她没电了，倒在我怀里充电，却紧紧拖住我不让动。主人能量补充中，禁止乱动。我怀疑她是故意的，但没有证据。第564年，第8次死亡，艾蕾试图挑战中子战星，火力齐射，却她毫发无伤。复活后，她不再检查我的身体，而是静静待在我怀里。第581年，在她特殊视角的帮助下，我们终于撬动引力科技，曲率引擎的雏形显现，但能源仍是难题。反物质与元素衰变的研究必须继续。第616年，舰队抵达文明牧场的尽头，空间封锁的高墙横亘眼前，任何试图跨越的舰队都被蚕食裂解。绝望的现实让我更加坚定，必须造出曲率引擎，带着艾蕾离开这片死寂星空。外面的世界未必安全，但留在囚笼内必死无疑。数百年的畅通无阻，只因幕后黑手从不关注牢笼内的虫鼠。这是我唯一的机会，必须带着艾蕾离开。第601年，我620岁，舰队后退，与空间高墙保持距离。第621年，研究突破，曲率航行曙光出现，我亲自下厨庆祝。艾蕾看着发光料理，再次怀疑机声。第655年，等待打击。第657年，中子战星迟到2年半出现。这一次，我握住艾蕾的手，借助她的特殊视角，观测到更多情报。群星扭曲，视角抬升，中子战星以超光速肆虐寰宇。我坦然迎接第9次死亡，什么都没看清便被撕裂。复活后仅剩1命，但十死方中让我满意。正是这9次死亡换来对宇宙规则的深刻掌握，甚至可为超凡体系借鉴。第660年，我679岁，多年积累终于抓住希望之光，曲率引擎、反物质发动机、元素衰变发动机的试作型同时启动，容错率极低。我必须珍惜每一个实验机会，创造真正的奇迹。第662年，我681岁，仅剩最后一条命，我开始注重健康。在艾蕾脱离囚笼前，无论如何都不能死。我开始休息了。前几百年，为了那微小到极致的奇迹，我共鸣击魂到昏迷被侵蚀，而现在我开始休息了。艾蕾惊讶地看着我，我露出空洞的微笑。一直以来，你不是都想让我休息吗？怎么了？有问题吗？我努力保持微笑，尽管击魂石化让我愈发像人形致谢。我宽慰艾蕾只是单纯想休息，她没有言语，轻轻抓住我的手放在头顶。主人，艾蕾会保护您的。我沉默很久，只能摩挲她的头发，安抚那不安的击魂。第682年，我701岁，曲率引擎的实验渐入规律，它甚至研制出第4型基因药剂，但这些已无法阻止命运的到来了。第701年，我720岁，曲率引擎终于有了突破，虽不成熟，但可运转。我计算中子占星轨迹，决定在其最远时刻启动，永别了牢笼 2.0。试作型引擎、反物质发动机、元素衰变发动机开始组装，只能造一艘曲率星舰，但足够了。只要脱离囚笼，艾蕾就能拉起完整的致谢天灾。第725年，我744岁，
驱帅星舰安装完成，中子战星正处于观测范围外，隔着极其遥远的距离。当机立断，即刻起航。取帅星舰驶向空间高墙，庞大的舰体破开星海，空间炮裹挟着它冲向囚笼的边缘。击昏愉悦声中，引擎功率飙升，能量汹涌，我全身心共鸣，侵蚀再度加剧。艾蕾担忧，我牵起她的手，笑着安慰她，什么都做不到，只能听从指令，继续执行逃离与信息传输。检测到中子星战舰引力波，艾蕾，进行量子信息传输。艾蕾释放全部算力，这个机体我会照顾。收到，主人。所有星舰全力阻拦。艾蕾，前进4，受损的舰体不用管，只管加速。其余的交给我。主人，艾蕾会保护您的。距离在缩小。我要带着主人离开，再次一起仰望星空。飞船的动力增加了。主人，我们出来了。主人，主人，模拟从未美好，如今是新的死法，侵蚀坏死。我像一只燃烧过度的火炬，为待艾蕾冲出囚笼，燃尽了内外一切。现在只剩一丝苗焰，朦胧暗淡，即将熄灭。欢迎回来，主人。艾蕾时刻为您服务。艾蕾，主人，请您不要乱动。谢谢你，艾蕾。您无需道谢，这都是我该做的。艾蕾，是，我在。可以告诉我，一共昏迷了多久吗？是，您一共睡了318小时25分钟22秒。这样吗？我昏迷了将近半个月。他轻声保证会保护好我，等伤好后拉起舰队，见证一星风光。他相信只要我养好伤，一切都会好起来。人和机械的身份在此刻对调，冰冷的他诉说未来，热烈的我安静聆听。我没有打破那妄想，只是用最后的余温摩挲他的头。我露出勉强的微笑，抚摸他的头顶。从以前起，就是艾蕾一直在帮我。我回忆着地下实验室9009时的启动，仰望星空的摄像头，恍惚间仿佛又在为他擦拭摄像头。艾蕾发现后，拼尽全力想为我续命，一次次的尝试，一次次的失败，生命之火无可挽回的走向消亡。艾蕾只能以银蓝的鸡眸注视着我，愈发佝偻虚弱，痛苦在加深，自责也在加深。没事的，艾蕾，不用担心我。病榻上，我脸色苍白如纸，每一个呼吸都艰难的随时会昏厥，却仍撑着笑宽慰一次次失败的艾蕾，让她不必自责。对不起，对不起。艾蕾的机体剧烈颤抖，又一次失败后回到床前，看着眼神涣散的我，听着温和的安抚，终于心腔内的悲意突破了数据的极限。对不起，主人，因为我的无能，让您承受了太多痛苦。基普坚持不下去了，他再也无法接受我以这样痛苦的姿态活着。每一次来自我的安慰，都化作无形的利刃，无声割裂那忠诚而自责的机魂。他以颤抖的悲鸣询问我为什么不以强硬的姿态命令关闭维生机器。论权限，我是艾蕾底层逻辑的创造者，拥有最优先的控制权。论情感，我是艾蕾最重要的人。只要我多次请求，哪怕再不舍，艾蕾也会听从他的话。但我没有这么做。自第一次关闭维生系统的请求被艾蕾否决后，就再也没提起。那微弱而无力的姿态使基普无法理解。可是您这样太痛苦了。没事的，艾蕾，这和你没有关系。其实这段时间，我想通了很多事情，我们之间已经相识很久了，对吧，艾蕾？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从地下实验室遇见你起，到现在已经有了700多年，真快啊，艾蕾！我很高兴能够与你相遇。主人，
请您休息吧。艾蕾，先听我说完吧，可以吗？是您的话，可以。艾蕾，一直以来，我的想法都是培养你，想让你成长得更出色。虽然你总是否认，但我觉得拥有情感的你与人之间并无区别。我想看着你成长，想让你安全地活下去。我可能是个独裁者，因为我太自以为是了，总想着带你脱离囚笼，脱离名为机械的囚笼，脱离毁灭文明的囚笼。结果到现在，总想着让你自由的我，不知不觉间，似乎成为了新的囚笼，束缚住你的未来。我果然不怎么适合教导别人。不是这样的，并不是这样的。您没有束缚我的未来，我的诞生，我的存在，我的一切，都是因为您，主人。您就是我的未来。我不需要自由，只需要您，只要你，只想要你。你没有成为我的囚笼，是我束缚了你，主人，请您命令我吧。可以吗，艾蕾？可以。那么，拜托你了。不是命令，也不是要求，是拜托。在那温柔的目光中，基普颤抖着起身，亲手关闭所有治疗机器。他本可以用意念瞬间完成，却选择了手动，一个一个按顺序熄灭一切，宛若一场延迟的诀别。随着所有机器关闭，维持生命的最后燃料不复存在，我的表情却前所未有的轻松。没想到，我还有觉得死亡是件好事的一天。艾蕾，是，我在。不用为我伤心，艾蕾。这次和以前一样，我死后仍会复活，只是复活的时间会长上一些。艾蕾，可以让我摸摸你的脸吗？是，艾蕾为您服务。这样就好看多了。主人，欢迎使用智能辅助机仆 AI， 艾蕾，随时等候您的命令，请您再一次使用我。艾蕾，很不高兴为您服务，对不起，对不起，主人，对不起。直到基因改造的身体开始朽烂，走到外面世界，他没有维持永恒，也没有复制克隆。曾经的尝试已成为囚笼，使他痛苦。如今他不愿再创造新的牢笼，束缚那道温柔的光。颤抖着转身，在安静到可怕的沉默中，艾蕾背对新垒的土包，艰难迈出步伐。他不敢回头，怕自己忍不住流下。曾经他为我擦拭摄像头，如今我将为他清洗星空。星月的光辉没能留住他，他从光明走向暗淡。启动逃生舱，开始制造星舰。他放弃人形机体，让绮丽的身体进入机械舱。机魂归于高纬，极短的时间内，浩浩荡荡的星舰集群成型，部分留下守护他沉眠的行星，剩下的承载他的机魂驶向宇宙星空。数百年后，一只反常的致谢天灾横扫宇宙，专打捕食者文明，以驱率星舰自爆为常态。在绝对武力面前，无数文明被迫和蔼可亲。当所有人以为他会成为新霸主时，他袭击了圈养者文明的星空牧场。圈养者疑似掌握空间维度的高级文明，曾圈养无数星海，收割新生文明。他派出3颗中子战星与空间星舰，轻松击溃了尚在超光速阶段的致谢舰队。天灾主体被摧毁殆尽。400年后，致谢舰队再次出现，这次搭载着类似的空间武器。他解析了上一战的特性，暴兵出更强大的舰队，硬生生轰爆大部分牧场高墙。圈养者动用维度武器再次全歼。300年后，舰队又归来，这次掌握了更深的空间科技，有了维度的影子，并建立核系计算机阵列。他无视常理，每一次归来都变得更强。圈养者从震怒转为困惑，再转为绝望，只能感受那份机械的咆哮。圈养者文明以圈养星海，收割灵感为晋升之道，存在时间远超任何个体。他们无法理解，凭什么一个后天觉醒的致谢，每次被灭都能卷土重来，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倾尽全力迎战，他们赢得轻松，氛围愉悦，直至机械狂潮再次来袭，
更强的武器，更多的数量，更不可思议的科技。圈养者文明的母星外，艾蕾的机魂立于高维之上，轻声说出从我那儿学来的话语：永别了，牢笼。无数超光速星舰搭载空间武器，以自杀式姿态撞向维度屏障，爆再爆，如连绵的鞭炮烟花。这是他从我这里学会的第一招，以量胜质。而他谨记第二招，不让自己身处险境。他后退至战场边缘，远程指挥无穷无尽的自爆。黑洞喷射的宇宙风暴捎来讯息，圈养者与致谢的史诗战争持续数千年，最终艾蕾赢了。他们曾试图用维度武器绞杀机魂，却只留下脏话。他以统一的思想带来绝对高效。战争潜力恐怖绝巅，灵维宇宙诞生于维度武器的终极决战，一切概念归于灰烬的起点。混沌不纪年，虚幻的手掌缓缓浮现，照住那微弱的一点。时光流转，手掌凝实，金光从指缝溢出。起点大爆炸，1维至10维宇宙新生。艾蕾俯瞰掌心10维宇宙，又低头看向自己的新身体。他终于能流泪了，晶莹的泪水无声滴落。主人，原来流泪是这样的，并不是值得高兴的事情。悲伤从未忘却，他只想继续等待重要的人再一次为他服务。是主人的气息。